男人拿着钢刀刺进沙漠，一连戳了772刀的时候，面前的沙子突然塌陷，他激动地呼喊队友：“快来呀，我找着了！”队友一听，急忙朝老黑奔去。他们奋力地扒开沙子，底下是一堆木板，众人合力将木板拆掉，一口荒废已久的深井出现在眼巴前，所有人都充满了渴望。然而当中尉拿起一块石头扔进井里，沉闷的落地声顿时让众人绝望。这可咋整呀？没有水，咱这一帮人都得渴死。于是中尉让老黑下去瞅瞅。老黑抠着井内的石头缝来到井底，但这里除了沙子还是沙子。就在老黑觉得完犊子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侧的墙壁湿漉漉的，他顺着潮湿的方向往前摸索，终于看到石头缝里渗出的小水滴，这家伙给老黑高兴嘚儿了。他双手接过水滴，然后赶紧招呼队友：“哎，上面的快点来，扔下来个小罐来。”接着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水滴倒进小罐里，最后还不忘舔一下子。4个小时后，老黑终于接满了2个小罐，队友小心翼翼地将水罐提了上去。这些水虽然只够每个人喝上2小口，但这足够使他们在沙漠里存活下去。喝到水的士兵一个个都乐开了花，哎呀，真甜呐，跟我女朋友一样，哇塞！水的问题暂时解决了，但他们想要走出这片广袤无垠的撒哈拉沙漠，必须要修理好埋在沙子里的坦克。坦克的发动机几乎接近报废。就在中尉准备修理的时候，一架纳粹飞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脑袋顶上，子弹唰唰唰向他们射来，众人赶紧贴近坦克进行躲避。此时飞机掉头又折了回来，似乎非要把他们给拿捏喽。只见飞机降低高度，贴地飞行，然后对着他们就是一顿突突。地上的几名美国士兵围绕着坦克来回闪躲。随着飞机越来越接近地面，中尉瞅准时机，瞄准鸡翅膀子，就是飞机随即冒着黑烟烟坠毁在沙漠。这时远处驶来了一辆纳粹的螳螂车，中尉命令队友找掩体埋伏好，等待敌人进入射击范围再开火。这时警觉的纳粹发现了地上的一串脚印，但为时已晚，5名纳粹士兵瞬间被机枪突死3个，剩下2个也被中尉他们迅速给包围了。看着2个人的嘴唇都干秃噜皮了，中尉拿出水杯咕咚了一口，哎呀，真解渴啊！然后故意将剩下的水倒在地上，这顿时把纳粹士兵给可惜完了。为了摸清纳粹的位置和人数，中尉再次将水倒满，勾引他们。士兵瞅着水壶实在扛不住了，哥，我们是派出来寻找水源的先遣小队，1000人的大部队就在10公里处。你忽悠谁呢？给我扯犊子呢！没忽悠你哥，1000个人都快渴嗝屁了。中尉一听，这才相信了，把水递给了他。然而此时井里的水滴已经干涸，老黑从井里爬出来，告诉队友水走丢了。于是中尉心生一计，他故意放走这俩纳粹士兵，然后让他们转告长官，这里有喝不完的水，如果想要得到这些水，就拿武器来换。只要德军相信这里有水，他们指定就会赶往这里，到时候我们就提前埋伏，就能将他们一举歼灭。虽然中尉他们只有9个人，但德军都快渴死了，肯定没有啥战斗力。接着他们就开始部署陷阱，将反装甲地雷埋进了沙土形成的防线，步枪手和狙击手则寻找最佳的狙击位，其他人则扛起重机枪。9名战士全部做好了血染沙场的准备，静静地等待着纳粹士兵的到来。果然如中尉所料，纳粹长官听说前方有水，立刻让部队加速前进。他们浩浩荡荡地逼近水井，随着第一颗地雷的炸响，中尉和队友们立马开火，凭借着位置优势，接连击毙缺少掩体的纳粹士兵。纳粹伤亡惨重，只好狼狈撤回。中尉清点人数，只有1个队友迟迟没有应答。中尉上前查看，发现队友已经牺牲。就在这时，纳粹长官突然举起白旗走向这边。中尉走上前，纳粹长官要求见他们的最高指挥官。瞧，我们指挥官正搁那洗澡呢。看到远处洗澡这一幕，10天滴水未进的纳粹长官恨不得马上冲上前去喝他的洗澡水，但其实他们只是借位把水倒进了另一个桶里，目的就是要摧毁纳粹士兵的意志。此时纳粹长官还嘴硬呢，只要你们缴械投降，我就给你们一条活路。中尉一听，没有水，我看你们还能活多久，还能挺多久？谈判破裂，快被渴死的纳粹再次发动了攻击。他们集中所有的迫击炮，对着中尉的阵地就是一顿狂轰乱炸。接着又派出了一支小队绕后偷袭，奈何纳粹士兵长时间脱水，全都变成了苗边大师，打不着啊！中尉命令手下发动坦克，对着纳粹就是一发炮弹。经过几轮重火力的对决，双方都伤亡惨重。8人小队此时只剩下了4个人。纳粹长官再次举起白旗停火谈判，卷毛见状，吹着小口哨迎了上去。
接着拔出匕首刺向了对方，他要为刚刚牺牲的战友报仇。士官们见长官倒地，动用最后的炮弹狂轰乱炸，2名战友不幸中弹身亡。现在中尉的小队只剩下2个人，而此时纳粹的士兵已经乌泱地冲了上来。中尉2个人拿上最后的装备，准备与对方殊死一搏。谁知纳粹士兵竟然全体举枪投降，他们有气无力地晃晃悠悠地冲向枯井，然而早已干涸的枯井此时里面却充满了水。原来刚刚的轰炸炸通了地下暗流，中尉2个人趁他们喝水的功夫，把纳粹的武器全都搜罗到一块儿。最终中尉2个人凭借着一口枯井俘虏了100余纳粹，这也让前线的盟军得以集结兵力，扭转战局。而纳粹士兵则一人端着一瓢水，老老实实地蹲在地上等候发落呢。